冬天的上川岛进入了旅游淡季，过滤掉喧嚣，小岛回归安宁。大海依旧如同一个无穷丰富的食材宝库，等待着人们的探索。每月初1或15大潮前后，妇女们便趁着退潮，为当地一道号称天下第一饭的美食，到海边寻找必备的食材。吴丽芬和林月笑这对妯娌率先上船。不过小娃娃不干了，非要跟着外婆吴丽芬出海。小船伴着跳跃的鱼群，20分钟便到达了炒米洲。它的地名源于这片小小的地方布满了炒米般凹凸不平的礁石，容易附着大量的贝类。它们自带特制的铁锹，去撬取一种只有拇指头大小的贝类。它们多数生长在石头缝隙里，因此被当地人叫做石家螺。吴丽芬专业挖螺30年，在姐妹当中最有权威，却没想到她是個外來媳婦。廣西嫁過嚟嘅喎，未接觸過，廣西嗰邊冇嘅喎。啲貨本來太肥，你攞唔到啊，瘦瘦哋攞唔到啦。林月笑一直在礁石外围缓慢地行走。作为本地人，他挖螺的资历一点也不比吴丽芬浅。11、2歲就學咯，攞啲蜆啊、捉下魚啊嗰啲咯。我好少攞螺㗎，辛苦又危險。越危險的地方，石家螺越多而肥美，也容易讓人鋌而走險。以前攞食過螺，我日個食孔你唔得出喎。我喊阿少，阿少快啲過命啊！一下人啲螺要刺噶啦，咁你咪卡住啦。阿少，以後冇入咯啊，冇可能叫個螺可能個命喎。不過藏得太深，容易餓肚子。好在石家螺也有個相依為命的好朋友。因為食劫攞唔到吃啦嘛，啲蟹仔攞啲嘢俾食劫吃嘛，結果可以保護啲蟹仔啦嘛。黃豆大小的寄生蟹晶瑩剔透，看上去確實很需要保護。那就和石家螺一起跟着人類姐妹們回家吧。今天收获了10來斤石家螺，先要給它們沖個淡水澡，再準備下鍋焯熟。剛焯熟的石家螺鮮香可口，而不離不棄的寄生蟹則增加了 Q 彈的口感。要做天下第一飯，還得給石家螺挑肉去殼。1斤帶殼的石家螺，最後只能挑出2兩螺肉。林月笑馬不停蹄，和其他2位姐妹抓緊退潮的機會，來到從小長大的沙灘邊，捕撈另一種川島特產。他們在不停翻湧的海浪裡，對抗着潮水。一路酸猛，你一個唔小心踩下會又好難上嘅喎。俾個腳個撐住嘅，要好多力先得嘅喎。耗費如此力氣，為的是當地特色海鮮之一沙白貝。和挖石家螺一樣，林月笑和夥伴們往往要到更危險的地方去，浪大的深水區。這樣反而能靠海水的浮力減少拖沙白爬的力氣。算係辛苦啊！有得衝浪，要錢賺，好爽。
冲下涼問你係俾錢嚟個沖浪，我唔識錢啊！我打這沖浪。虽然他们泡在冬季的海水里行走了几个小时，但心情并没有和运气成正比。在爬出来的杂碎贝壳堆里，只捡出少量的沙白。等待饭菜飘香的傍晚，石家螺已经准备就绪，搭配甜而不腻的广式腊肠，和其他配料一起翻炒。同时把浸泡一夜的本地丝苗米放进沙包里，煮到水半干，就可以把炒制的料头铺在饭面。广式腊肠的油脂包裹着每一粒米饭，夹杂着脆而鲜美的石家螺，鲜香有嚼头，天下第一饭就此诞生。林月笑最拿手用沙白做菜，沙白鸡包是当地的家常菜。先把鸡块烧开，鸡肉中富含的谷氨酸是主要的鲜味来源，而沙白中更有一种超鲜的氨基酸琥珀酸钠，二者叠加，鲜度翻倍。粉丝蒸沙白是最常见的做法，沙白的汁液让粉丝上色提鲜，入口倍香。今天是吴丽芬丈夫的生日，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为他庆祝。我哋家庭感情結束嚟好好噶，你照顧我，我照顧你啊！各位親愛的顧客，請注意，凡離開你的座位、過台、加水、結束離開時等等，請佩戴好口罩，謝謝。我哋中國人叫規矩，但係咩叫規矩啊？就係唔好令到人哋增加麻煩。揸巴士同埋揸巴士都一樣搭台嘅，呢度係茶餐廳。等等，請佩戴好口罩，謝謝。荣泰在广州番禺开的这家港式茶餐厅，规矩很多。各自安好的服务态度，也需要新食客习惯。但开业18年，在广州却拥趸无数。阿女點啊？阿女而家幾年級？初一啦，13歲，3胎啦。我個仔啱啱出世幾個月就已經嚟你哋呢度幫襯啦。大熱好嚟就嚟食啦！係啊係啊。係啲菜係我自己有機農場種，係有機認證，米就係喺五常種嘅。即係大哥就比較安全啲咯，因為食材比較好啊嘛，有營養。我哋自己一家大細都係喺度食嘛。係啊，呢個出埋細，可能真係要坐呢張台。坐一圍，坐一圍。係啊，五口啦已經係。係啊。除了提供安全食材，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好吃。一些被奉为经典的港式美食，竟然来自这家内地的茶餐厅。最早我2004年開業嘅時候，我就發明咗呢個迷你西多士。咁佢表面就好酥脆啦，裏邊咧就係濕潤軟糯，再加呢個牛油啦，靚嘅牛油啦，然後再淋上糖漿或者煉奶，就會係一個又簡單又飽肚嘅草根食物咯。冇唔脆喎。荣泰对自己出品的东西向来自信，迷你西多士人见人爱，但他的一位老友却不买账。
咁我就將凹咗個位鋪晒煉奶，但係鋪晒煉奶白蒙蒙一片咧，好似唔係咁特別。咁跟住我就揼啲朱古力粉又攞去，佢話哇咩嚟㗎？我話你夠膽你就切開嚟睇下咁樣，佢切，哇露奶啊！从此，这位叫阿华的朋友便拥有了人生第一份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西多士——漏奶华，并破圈流行。除此之外，迷你西多士还有一个进阶版。公主城堡就係喺呢個迷你西多士嘅基礎裏邊，將一個方包切碎咗佢，咁一嚿嚿切成四方形嘅小方包，每一面都要烘到金黃色，熱辣辣脆，擺翻入去，然後好快咁樣不雪糕不奶油，淋一聲拱出去，咁就要即刻食。一定要又熱又凍咁樣撞埋一齊咁樣，好似好勁咁。咁我就覺得啊，其實公主住喺裏邊都好好啊咁。这3款大卖的美食后来都被同行借鉴，甚至回流香港茶餐厅，再发散到日本、泰国等地。对此，荣泰却很开心。我就會覺得呢樣嘢係我人生嘅好榮譽嘅一件事。我身為香港人，我將香港文化嘅餐飲帶到嚟內地，更加發揚光大。荣泰希望在餐厅里复刻自己回忆里的香港滋味。即係90年代翻嚟嘅時候嚇咗一驚嘅，即係會覺得咦點解啲乾炒牛河變晒白色嘅咁？店里这款黑色的干炒牛河曾经吓退过不少客人，但这才是荣泰心目中的传统做法。厨師嘅功夫也高下立判。如果你黑色嘅話，我兜唔勻，我俾你見到我一笪一笪。咁我白色嘅炒牛河，話知你啦，係咪？乾炒牛河就唔應該係咁樣，絕對唔能夠用老抽。老抽一碰米製品就會變酸。我哋係用炒糖色嚇，但係我個人係覺得咁樣個食物嘅顏色比較靚。鹹同甜之間，只要掌握到一個度咧，我哋為之和味。粵語叫做鍋味嚇，即係好冧嘅感覺。因为芥蓝不易入味，旧时厨师会把芥蓝切花，在冰水里浸泡几个小时，直到它如藤蔓般舒展开来，与姜汁同炒，爽脆可口，既好看又好吃。因为费工费时，已經很少餐廳這樣做了。香港、澳門咧係最多元化、保留古早粵菜味道最好嘅兩個地方。因為新冠疫情，榮泰已經2年沒回過香港的家了，反倒時不時去澳門找老友偷師。Hello Vivian， 有嘢食未？未，你要煮先有得食噶嘛 Yes, OK。OK， come in。我已經聞到陣味，有好嘢食啦。Vivian，welcome 啊 ，welcome。好啦，火雞啦。名廚馬央是澳門土生葡人，30年來堅持推廣土葡菜。點解我哋葡國雞喺澳門先有得食？去到葡萄牙就冇得食。400年前，葡萄牙船隊把本土和沿途收集的食材一併帶到澳門。留在這裡生活並與本地人通婚的葡萄牙人，結合本地食材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澳門土葡菜。榮泰這次要學習的葡國雞就是代表菜之一。主料雞肉、馬鈴薯本也平平無奇，但有來自印度及南洋地區的香料加持，歐洲的白葡萄酒增香，葡萄牙本土的黑蘭和葡腸來提升層次，豐富口感。
翻出嚟。OK， 好啦，我哋而家先切。點解唔可以切片落咧？如果我哋頭先初切晒片啊，落晒去咧，啲腸咧就冇味噶啦。要分1、2、3咁落去。一陣間你去食個蒲腸咧，個蒲腸有蒲腸嘅味，雞有雞味。落咗啦，我哋熄火，椰漿就喺呢度落啦。哦，即係椰漿係唔能夠火太大嘅。係啦。啊，竅門。今日做冬啦，我哋澳門土生嘅餸嘅都可以配合到嘅。土葡菜就係因為屋企嘅菜，煮俾屋企人食嘅菜，就好有愛啦。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啊！马央带荣泰到阿婆井，这里是土生葡人最古老的聚居地之一。你知唔知點解呢度叫阿婆井啊？因為呢度咧係井水嚟嘅，呢個佢呢度流緊水。即係其實係啊，以前嗰啲人喺呢度擔水翻屋企用咯。澳門咧係一個地方咧，係要去品嚐每一個文化，每一個地方佢有自己嘅唔同嘅嘢。但我嚟呢度就係俾我自己慢落嚟，享受一下唔同嘅地方嘅美食。係啊。荣泰带着对美食敏感的基因，品尝过很多地方的美食，也从中获取灵感。他将这些灵感带回自己的饮食王国，让各地的食客吃到住家饭的放心味道。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哥哥新年快樂。在广东传统婚嫁习俗中，男家在婚前过大礼时，给女家送去嫁女饼，而女家再把嫁女饼赠与亲朋好友，告知喜讯。家族3代做饼的何雪芬是顺德嫁女饼的非遗传承人，至今她还收藏着家族超过100年的制饼秘方书，拥有100年历史的模具，制作着各种传统饼类点心。但嫁女饼始終是她的心頭肉。嫁女餅係男家送俾女家，第一次最有儀式感嘅食物，好食啲啊！個個都讚，係咪等於女家嗰邊係咪對男家嘅印象都會好好多啊？所以我對個質量，我覺得我係比較執着咯。我成日都即係用咁樣嚟去鞭策自己咯。其中5仁馅的嫁女饼寓意多子多福，是饼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。核桃在众多坚果馅料里占据 C 位，因为它的用量很大，但市面上的核桃品种大多有涩味儿。何雪芬一直在寻找心仪的核桃，终于辗转在云南打听到。云南大理拉乌彝族乡只有8000多人口，但种植核桃的历史悠久，是云南核桃原生种源种群保护基地。何雪芬和女儿严运健一起见到了核桃供应商张云新。欢迎你们到我们拉乌乡来，我们祖祖辈辈都在种着这个核桃。哇，这个地方很舒服啊！是的，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核桃一定很好吃的。那在我们拉乌乡的话，像这样的上100年的古树核桃有上万棵，啊，这种核桃的话只有我们这里才有。不一会儿，何雪芬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拉乌人的艺高人胆大。30米高的100年老树，舒展开10几米的枝干。爬树高手们拿着3到7米不等的竹竿，站在各个树杈枝桠上，拍打每一处长着核桃的枝叶。
半空中吹过的每一缕风，都能引起树枝和爬树人心头的一阵颤动。脚要稳住，全身用力，重心掌握好，想着安全的下来。前2天还掉下来一个的，直接就细了。鲜核桃的绿色外皮含有青皮素，氧化后让每位核桃农都染了一双黑手，要靠皮肤代谢才能慢慢褪色。这个是刚刚才打下来的白宁老树核桃，它是瘦肉型的核桃，其他的品种的核桃来做一个对比，它的外观就区别很大。这个就像胖子，这个就是瘦子，里面的肉也是一样。这个星星呢，你们可以直接不撕皮就尝。拉乌核桃的特色就是仁白，回味香甜。寿桃是拉乌老树独有的品种，果仁瘦而结实，油脂较少，容易保存。而常见的肥桃则油脂含量高，放久了容易有哈喇味儿。这个有淡淡的香味，对，脆脆甜甜。对，之前我们找了很久，这个就很白、很漂亮。因为如果那个五仁切出来黑黑乎乎的，其实卖相就不好看了。它这个吃起来就很清甜，越吃越想吃。妈妈想要的味道和女儿看中的颜值，在拉乌核桃身上完美结合。但还需要2道工序，这些核桃才能跟它们回家。为了避免青皮素渗入核桃壳内，导致果仁颜色变深，让核桃在山泉水里洗个澡，更能保持卖相。洗完澡还不够，这些核桃被送入烘烤房，在柴火烟熏中美美地睡上4、5天，期间火不能停，还有专人定时翻动，保证每颗核桃彻底干燥。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。张云新家人张罗着给何雪芬母女俩送行。奶奶不惜繁复的手工，用浸泡1夜的本地米磨成湿粉，一层米粉，一层红糖，再铺一层核桃碎，交错蒸熟，做成当地过节时才能吃上的蒸糕。松软中带着一丝韧度，齿颊间流淌着核桃的清香。临近中秋，女儿严运健也特地从顺德带来自家做的嫁女饼和月饼，让他们尝尝核桃在广东糕点里的味道。非常好吃，甜而不腻。我们尝一下蒸糕核桃糖。何雪芬最喜欢钻研美食，看到核桃在原产地吃法如此丰富，她动了研发的初心。干了这碗核桃茶，母女俩就带着新鲜出炉的核桃回到顺德，迎接年底最忙碌的結婚季。雲南拉烏嘅合桃、西山欖仁、美國嘅巴旦木，我希望佢哋都係做最好嘅產品，好啲好啲再好啲。雖然是100年老店，但一家子并没有完全守着传统。比如五仁馅儿里早就超过了5种果仁儿。瓜子仁儿、核桃仁儿、杏仁儿、腰果、松子等，都保持着完整的果仁颗粒，确保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挨挨挤挤的各种坚果，香糯耐嚼，清甜不腻。少油少糖，咁食起身其實同平時食果仁條啊個口感係一樣嘅。调好馅料，何雪芬给自己的一对兒女重新复习功課。我爸爸係咁教我，即係我媽又咁教我，到我阿公都係咁教，就百藝可以傍身。等於有啲人學彈琴，有啲學寫畫，咁你學整餅係啦。
係個技藝好關鍵咯，即係易學難升咯。好有興趣，翻到去就會同埋同事一齊做咯。留學歸來後，姐弟倆決定繼承這門手藝。先是開皮，以盡力搓豬油、水、高筋麵粉形成韌性的水油皮，再將豬油和低筋麵粉混合，搓成酥鬆的油心。用水油皮包裹油心，反复推壓折疊後，形成24至32層的餅皮。這就是嫁女餅外皮酥而不散的秘密。還有一項聽上去像武林秘籍的技藝——和氏螺旋手。和氏嘅旋轉手啦，係轉住緊我嚟包，佢就包得個底好薄嘅。佢越薄嘅話，最後個餅底會越靚咯。佢面頭嗰層會最後切開係好多層酥。10隻手指呈順時針方向規律旋轉，不到4秒鐘，面皮完美均勻地裹住餡料。一個個底兒薄頭厚的嫁女餅就做好了。男家送，女家派，小小的嫁女餅成就老廣傳統，最能傳播喜氣的婚嫁聘禮。由蘿蔔變身菜譜，如此普通的食物，卻在嘴刁的潮汕人中享有極高的地位。街頭小店，一份腸粉用它來點睛；小吃鹹水果以它為主角兒。既能做家常小菜，爽口開胃，也能登堂入室，與高級食材搭檔。經典的老菜譜迷，更使人腸胃熨帖。家家戶戶，歲歲年年，菜譜一直陪伴着潮汕人。95後的何月瓊嫁到潮州高塘鎮已經4年了，從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都市女郎，變成製作菜譜的好手。如今丈夫把傳了幾代的菜譜加工廠交給她管理。我們高塘鎮這邊幾乎每家每戶都會自己種蘿蔔、曬蘿蔔。記得小時候踩個單車過來他們鎮，全部都是菜譜的香味。每年農曆11月進入蘿蔔豐收季，何月瓊都到地裡扎扎實實地做一批傳統的菜譜。剛開始回來那個時候可美了，穿小裙裙，現在就怎麼舒服怎麼來。對啊，幹活嘛。當地肥沃的沙質土壤，讓蘿蔔在90天的生長期裡吸足養分，個個長得白白胖胖。白玉的品種，然後只有我們這邊才能種植。這個蘿蔔的話，它纖維多，水分多，曬出來的蘿蔔呢，它有彈性，然後比較脆。剛採挖的蘿蔔要在地裡曬上1天。另一批蘿蔔經過3天的海鹽醃製，水分大量流失，開始變軟。這時用清水沖洗，便不會破壞表皮，保持了賣相，也降低了鹽分。在後面鹽漬的階段，還要多次重複。就每天曬，曬了就收，收了就壓，連續半個月。都是一整根一整根的，因為可以保存得更久，營養還有那個水分沒有流失的那麼快。中午時分，何月瓊挑了10多斤重的大蘿蔔給大伙兒夾菜。新鮮蘿蔔清新水潤，切絲準備下鍋。大鍋裡正用南乳燜煮着生蠔和五花肉，加入蘿蔔絲翻煮，最後和蒸好的米飯攪拌均勻，收汁。
这就是本地特色菜高汤焖。每逢农忙时节，高唐人都喜欢做这种连菜带肉的干饭，荤素搭配，咸甜适口，最适合田间干饭人。傍晚是最忙碌的时候，何月琼的丈夫吴伯清也赶来帮忙，把晾了一天的鲜萝卜围进竹扇里，一层萝卜铺一层盐。另一边，经过3天腌制的萝卜已经围好。何月琼洗完脚，跳到萝卜堆上踏平踩实，被挤压的萝卜慢慢吸出水分，在夜晚继续腌制。经过大半个月的日晒夜腌，何月琼的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步。把它压实压紧，压紧了它才不会发霉。存放3个月后，菜谱才算制作完成。新出炉的菜谱黄破鲜艳，肉厚甜脆。更绝的是，潮汕人喜欢把新菜谱储藏成老菜谱。30年以上的老菜谱，变得黝黑绵滑，油光可见。撕下一块，皮柔肉酥，沉香弥漫。何月琼做菜谱宴同样拿手，为了家人，她从厨房小白变成了家里的大厨。菜谱切丝，和其他配料一起下油锅爆香，与花甲同炒，贝壳张开即可上盘。菜谱给花甲增添咸香，也吸收了海鲜的鲜甜。菜谱煎蛋是潮汕人餐桌上的常客，简简单单2样食材，却是老少咸宜的下饭神器。菜谱宴怎能少得了老菜谱？家里通常由老人负责保管最古老的菜谱。奶奶拿出珍藏30多年的老菜谱，给孙媳妇的靓汤加点料。有個啲3碗呢，有個2、3呢，一撈就是撈那只係那隻做撈做呵，做撈菜包，點啃落個。潮汕人笃信老菜谱有健脾消食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经过岁月转化，老菜谱绵软易撕。加入冬瓜水鸭汤中，浓香扑鼻，滋味微酸清咸，极为甘美。老婆，顺口啊！我高价。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，越是投入时间成本的美食，越显得弥足珍贵。台山沿海有一处风格与众不同的农场，椰林树影，房屋缤纷，仿佛进入东南亚小镇。因为这里的早期居民是60、70年代回到祖国怀抱的华侨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。黄秀，一个爱设计也爱吃的印尼归侨2代。在广州做服装设计师的他，半年前回到农场经营一家东南亚菜餐厅。老师，我们去找香料了，补一下去。不补了，我们走了。嘿，这么晒，去哪里拔？合伙人蔡静是位点心师，他们的小餐厅今天将迎来38位老归侨的聚餐。而做东南亚菜必备的各式香料，在农场随处可见。黄姜的话要3年才够老，这个姜是不辣的，就是香。对呀，姜是老的黄。黄姜放的主要材料就是它。再去拿点香茅啊，这个，尖尖这个，这2个小时候吃饭的味道。以前家里没有姜蒜，但是会有黄姜跟香茅。斑斓叶也将在宴席中起到重要作用。
这个香味是很奇怪的，它是有米香，有一点奶香。被家乡特有的气息包裹着，黄秀仿佛回到了童年。我们来比赛，看一下谁摘的大。有奖吗？有啊。我的好大张啊！你看，你漂亮，看到没？哎呦，偷我的一张叶子哎，没人看见。采摘了各种新鲜的香料，两人第一时间请师傅来指导。静，阿姨来了，啊，检查了作业。今天考试第一道题是做印尼传统小吃糯米条。准备做糯米条，做肉松哈，把它撕到薄一点。先制作肉松馅料，不要太大火哈。大半个小时后，肉丝转为金黄色。包裹上用椰浆煮熟的糯米饭和肉松，以牙签定型，便大功告成。煮这个印尼风味的，现在很不错了。阿姨们并非专业厨师，而是黄秀的邻居长辈。自打知道他们要做餐厅，农场的乔一代们就恨不得把自己记忆里的味道倾囊相授。我舅舅前年回来嘛，他说怎么这里印尼什么东西这里都有，他就觉得很稀奇一样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了。第二道题是甜点斑斓条，这次的馅料换成了椰丝。按照传统，椰丝要有新鲜椰肉现刨，加上红糖、花生等炒制入味儿。香嘛，椰油在里面还没有炸出来，本身它椰子的味道还在里面。不过斑斓条已经被徒弟们改良成彩虹条了。除了传统用斑斓叶打汁做成的绿色外皮，还有就地取材的蝶豆兰、洛神粉、可可棕、椰子白，以及紫薯籽和南瓜黄。他们真的是不简单，都在城里打拼了，还回来农场这里发展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支持。很。我跟阿姨你们学的，你们回中国，我们回农场。好了啊，我们可以吃我们今天做的点心了。每个归桥的背后，都有一段背井离乡的勾陈往事，传承记忆中的味道，也给后辈留下了他们赤心不改回馈家乡的故事。告别阿姨们，黄秀和蔡静马上开始准备今晚宴席的硬菜。黄姜饭是今晚的主角，把浸泡了4小时的本地丝苗米与黄姜粉混合，炒干，再加入椰粉。平平无奇的米饭需要香料们增光添彩，先把黄姜、胡椒、香茅冲出香气，再和香叶、橘子叶、沙梨叶等煸炒2到3分钟，最后做成香料包，和米饭一起蒸熟。沙爹肉串最重调味儿，用盐绥子、红葱头、肉蔻、印尼甜酱油等8种调料按摩肉块，再腌制上6个小时。这里的牛羊肉就是品质不稳定，我们就尝试用猪去做，因为很多人都吃不出这是猪肉。接下来是最让吃货心动的时刻，上烤炉。把火候控制在中火，以免烤焦。烤串不断翻飞着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哇，好香哦！是啊，香味扑鼻的。傍晚时分，客人已经到来。老归侨们自娱自乐，欢快地做着餐前热身。但黄秀却紧张起来，在客人的包围中，用斑斓叶包起了腌制过的鸡腿肉。它会散。
所有的菜式终于完成。这个是印尼的一个手抓饭，他们到节日喜庆的时候、聚会的时候都会做这种饭。配料呢，就按各家的喜好，他会自己去调配的。然后这个蕉叶呢，它是一个饭铲，可以把这个饭一团一团的铲到自己的蕉叶里面，再把它捏成团，配着菜一起吃。上菜了，来，这个麻烦拿起来一下，姨。它的歌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鸡呢带了4个小孩，掉了1个出去，留下9个，再掉了1个下去，留下8个，再掉下去一次，留下7个、6个、5个、4个，最后1个留下就在那边。女人们的故事未完待续。乔二代黄秀决定回乡定居，成为归侨沟通内外的桥梁。何雪芬、严运健母女以嫁女饼为媒，让更多年轻人重拾中国人自己的婚嫁仪式感。荣泰希望更多客人能吃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无国界美食。何月琼守着一家老小，立志把菜谱做成响当当的品牌。吃货培养要趁早，吴丽芬已经教会小外孙辨别各种赶海获取的贝类。一方小小的灶台，因为女人们的巧手和巧思，而变成了有声有色有味的大世界。老公为了你的镜头，你看，这个给你遮光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